绕着山路穿行在阿尔卑斯山脉，我来到了瑞士中部的小镇因特拉肯。这是一个可以把美食跟美景完美结合的地方。我也背上我的野餐背包，尝试在大饱眼福的同时大饱口福。想要在户外感受瑞士的美景，一边看风景一边吃火锅，就要带上背包火锅。原来小小一个背包，内容非常的丰富，有这个火锅最重要的灵魂芝士，一口锅、炉子、各种调味料，等下涮火锅的食材，连这个铲子跟叉子都一起带上来。最重要的，情绪价值这一块，连这种瑞士国旗氛围感也完全给你做到。我听说在瑞士吃火锅有300多年的历史，所以说这个瑞士人对于火锅的热情绝对不输给其他地方。说真的，火锅到处都有，但这样的美景只有瑞士的独家放送，也难怪瑞士人要把火锅做成背包，做到野外来吃。一口锅，一煲汤，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国家吃出千百种花样。火锅有历史，有民族文化，但它最神奇的是可以容下各种食材，把天南地北的人聚到一桌上。它的魅力甚至成为了城市的标志。这一次就让我出发去探索各地的火锅。在新加坡等我围炉开吃的朋友，准备好听故事。瑞士，我来啦！在瑞士，火锅是主食，是国菜，而瑞士人在意的不只是好吃，还要好玩。Fun to， 瑞士人的另类解读就是 Fun to do， 吃火锅就是瑞士人享受生活的快乐公式。相对在新加坡，瑞士火锅则相当冷门。虽然瑞士餐厅在这里寥寥可数，但都主打正宗道地，不少原材料还是千里迢迢从瑞士进口而来的。以西式风味在小众市场圈粉。欢迎来到围炉开吃，谢谢两位跟我一起来到漂亮的瑞士。哇，谢谢。要介绍2位美女，黄轩婷 Hello， 大家好。谢静怡 Hello， 大家好。真的是今天颜值非常之高的一集哦。2位去过瑞士吗？从来没有去过。会想要去，或者说瑞士最吸引你的是什么？因为现在呢，我跟我母亲每年都想要去一个新的国家，然后去年我们就去了德国，然后今年会去芬兰。如果今天的 cheese 很好吃的话，明年就去Switzerland。我去过，因为以前我是空姐，对，所以有飞过瑞士，已经2次，哇，呀，蛮好玩的。你觉得瑞士跟其他的欧洲国家比起来，最特别的是什么？很有文化，去的那些景点这些就觉得哇，别的国家真的是找不到。我去的时候是 in between season， 所以我有去山顶，就是整个都是雪，再下一点 it's green， 呀，所以我看到2个不同的瑞士。哇，我很一定要去，一定要去，一定要去。瑞士不光是美景，还有很多美食。我们今天围炉开始带你去吃瑞士的火锅。在这之前，我们要先做一个非常残酷的游戏。围炉开吃不只是边吃边聊，还要一路解锁火锅知识。2位嘉宾将通过5轮游戏分胜负，接受最终的奖励和惩罚。来，道具上桌，我们在这边有5个芝士，4块巧克力，都是从瑞士带来的。哇！我要你们各自选择其中1块作为要陷害对方的毒药。I love this game。 OK。女巫的毒药。盘子上有9块巧克力和芝士，每个嘉宾选择1个作为对方的毒药。选择时，另一位嘉宾闭眼，接着2人轮流选吃1块巧克力或芝士，吃到对方指定的毒药就输。谁先选？你先吧。OK， 我先选，那你们要关眼睛。OK， 我选。OK， 好，来，反过来咯。OK， 我选。OK， 可以吗？好。
I think 我们心灵相通，我们选的一样。 Maybe we'll see. OK。好，两位既然都做出了选择，就平波利先来好不好？ OK。可以这样子吗？哇哦你也可以拿巧克哇，力。好大胆的选择哦。对。味道 OK 吗？ Oh, I love it. Very nice. 很不好意思，你第一局就已经存活下来了。可以到我选了点对我选这个。好。一般毒药呢都是会做成非常好吃的样子。对。没有了，没有这么快了。这个游戏怎么可以这么快结束呢？来，接下来 I'm stressed. 你有一次反悔的机会哦，哎，真的。你很坏。算了，就缘分吧。OK。来， OK，到我。哦。哇哦。好，来都存活下来， OK 来。哇。等一下，我要先给你点提示，其实你们并没有选到一样的毒药哦，但是你们真的是姐妹，就是你那们。我知道他选了什么。 Okay, if I'm Chantel, I will choose that one. I think. Go 啊 Go 啦，Come on baby。好 My turn。 ，Yes。OK。我觉得可能没有人想过这个游戏会进行这么久，然后两位都。对。但是现在难度大喽。 OK，我觉得他应该会选那个，因为我喜欢吃 cheese，所以他会选那个。 OK。我觉得啦，所以我拿这个。 OK。 I think so. Wait. 呀。你看，真的可以换的哦。我不要，我不换。哎，有杯嘴。对啊，而且他也拿出来吃哎。味道如何？毒药的味道怎么样？ Really？ 真的吗？你觉得呢？我觉得我是 safe 的。一般来说呢，这个坏人能够活到最后。抱歉，你吃到的就是想他为你选定的毒药。哎，我真的以为你会选最大 OK， 我可以块的。猜你选到哪一个毒药吗好？这个。对。而且 I'm very smart 哎。可是好像我们之间，我会觉得我比较聪明一点。对，他真的比较聪明。呀。那是真的。我觉得你们俩都蛮可爱的，你们都蛮可爱的。谢谢。 OK 啊，没关系，只是一个游戏而已啦。但是我们会计分，所以在这一轮游戏中，轩婷暂时拿到1分存活下来。虽然你们最后啊只剩下2个，不过我觉得这2个也蛮有意思的。它代表了瑞士非常著名的2种火锅，一种是以这个芝士作为汤底的，一种是以巧克力作为汤底的。不，芝士这种汤底就是防肚嘛。你们知道防肚的那个意思是什么吗？啊，猜一个。细水长流。哎，完全不对哎。好了，有一点接近，防肚基本上是来自于法语，它的意思是慢慢的融化。哎，所以就像芝士，我们把它放到锅里慢慢融化，然后沾上食物去吃，所以就是防肚的一个最基本的精髓。 OK， 好，说到这里，我们先看一下瑞士的画面跟镜头。 太棒了，这个湖太美了，真的。来到瑞士，当然要吃芝士火锅，就好像去新加坡要吃辣椒螃蟹一样。可是我对芝士火锅的知识真的是知之甚少。不过没关系，我找到一间餐厅，不光可以吃火锅，还有很多互动游戏，可以了解芝士火锅的背景。 I've been there. Yes. 哇，嘿，我身后这个建筑啊，据说有上百年的历史。户外这片草地呢，如果夏天在外面用餐，可以远眺不远处的少女峰。这个今天的天色嘛，没有很好，不过也是蛮美的。话不多说，我先去上课了。 漂亮的女老师，会教我如何制作这个瑞士火锅。 You can sit, relax. I'm gonna explain you all about cheese and wine.
这里有多种芝士，每种发酵过程都不同，尤其这个号称是芝士王的艾蒙塔尔芝士。原来在瑞士人眼中啊，这个发酵之后的这个气泡是非常美妙的一部分，里面有很多这个菌类在这边发酵，所以形成这种洞洞的气泡。而且据说以前几百年前啊，当地人是用这种芝士来作为缴税的税金的一部分。你们知道在瑞士一个人一年要吃掉多少芝士吗？ 25 kg No 啦，think not so much. one year 哎 One month you eat 1 一个人 kg a lot already. So I think 12. 它的一半。 ，I think 12 is too little. Too little? Imagine 我们 Okay, tea okay, break， okay. 我们去吃那个 cheese， 你都对一个人吃了2公斤啊？No 啦， 1 kg quite a lot 哎。你看它一片就已经是like 200 grams 了。我们 OK，你25 right？ I have 18。所以18。18，其实你们两个都很接近。究竟瑞士人一年要吃掉多少芝士？一个人啊，他的答案就是10。 10 23公斤。You win。恭喜你答对了，是25，他是18。好，现在是宣婷拿下好2分，不过没关系，我们后面还可以继续加油，好不好 OK？哎，刚刚看到了那个芝士的种类啊，不过呢，这个吃芝士火锅还有很多的工序，我们现在看一下 VCR。吃芝士最重要就是要搭配合适的酒，这款带有果香的是他们家的常备酒。 So this one pairs very well with the Emmental cheese. So before to start, normally here in Switzerland, we look at the eyes of the people and we say Prost. Let's watch your eyes. Wow, love. Cheers. Prost. Pros， Prost. 闻起来有点甜哎。我已经等不及想开吃了，不过老师下令我要先学会刨芝士。它的手感还蛮顺滑的，但是到了后面有点，sorry。OK， 我的第一片手切芝士。 Nice one, eh? Yes, beautiful. 在这边的吃法是把它卷起来。 Okay, make a roll like this. Yes. 一 Yeah. 哇，太美妙了。终于要进入正题了，烹煮瑞士火锅 fondue。 We have 3 main ingredients for the cheese fondue. Cheese, 200 grams of cheese per person. Every 200 grams of cheese, we need 100 ml of wine. 第3样呢，就是玉米淀粉。他说呢，这个玉米淀粉可以让整个的锅底变得有那种软软滑滑的口感。 But we have to follow different steps to make fondue. Oh, different. And 2 main ingredients are love and patience. I have love, but I don't have patience. I will help you with that. I'm very patient. 首先将切半的大蒜抹在锅上，先让它释放蒜香。接着倒入偏酸性的白酒，不喝酒的可以用苹果汁取代。加热直到锅子冒出蒸汽，这时将切碎的大蒜加入，再加入刨好的芝士，一次别放太多哦。我现在明白为什么这是一个要有爱的食物了，就是像我们这样，一个人往里面抓 cheese， 一个人呢搅拌。 A little more. OK， 耐心等它融化再加，慢慢搅拌，让芝士和酒深度融合，才能达到这种丝滑浓郁的质感。哇，我觉得你们拍到很好吃的感觉。对。哇已经有人迫不及待了。我们现在就请我们的芝士火锅，好不好？来，芝士上桌。谢谢。哇，芝士火锅正式上桌了。你猜一猜，吃芝士火锅还有没有其他的配菜？一定有啊。比如呢？水果、饼干、jam。我在想我们在新加坡吃那个 cheese 还会配来什么？揭晓答案，其实并没有。对，应该是没有。我跟你讲，就是这个哎呀芝士火锅吃的就是面包跟芝士站在一起。哇哦，然后我们对看到手上这个不同的叉子，拿对了，这个叉子专门吃这个火锅的，试试看可以好吗？来，谢谢。
来。闻得到那个 cheese 了，你这么有经验，你教我们怎么吃吧？就沾着吃啊。那可就错给他了。没有啊，就给他一要个呀，卷，像 pasta 这样子。其实有一个特别的手法， OK，我们看一下画面，了解一下 OK 风度的礼仪。现在这个瑞士芝士火锅方度就做好了。一般来说呢，这个面包是最常见的食材。You need a fork like this. Oh. You do like this, Okay. and you do this. Great. You do like this 哦， and eat. 原来这个方度的吃法其实也没有太难了，就是把这个面包呢用叉子插进去，然后呢直接探到这个芝士火锅的锅底，转一圈，或者有人用8字形，有人用这个之字形都是可以的。总之确保你的这个面包呢沾满这个芝士，一口吃下去。不过很烫哎，要等一等。所以 Lucia， 我听说这个面包是不可以这个掉进锅里的，对吗？ If you drop something, we do here a penalty. Huh? So before eating with your friends, with your family, whatever, you will say, if you drop something, what is the penalty, the punishment? So normally we say, okay, you pay the fondue if you drop something, or you even can run naked around the house, or maybe yodeling. So, or maybe just dance. 如果整餐都没有掉面包的话，有什么特别奖励吗？ Yeah, you can eat the grandma. 啊，请吃祖母？什么祖母？谁的祖母？确定这是奖励吗？我一开始也是你们的反应。我们先吃，所以刚刚是讲，你可以画圈圈，也可以8字，也可以之字形。跟我在瑞士吃的很像，而且能吃到那个酒的香味，对不对？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个味道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好吃多了。我去之前我有想说会很腻，太 heavy 了，但是你真正吃进去的时候，其实是那种酒的香味，跟芝士的那种香味，还有这个面包这边有点脆脆的口感也不错。所以刚刚我们在影片中有看到哦，如果没有人把那个面包掉进去的话，就是有特别的奖励，请吃 grandma 的。你们可以猜一猜，想一想，是不是因为它到了后面会有那个锅巴，然后那个锅巴是最好吃的，然后算是精华，然后那个祖母会留给那个孙子吃，所以哇，真的想到很周到，就这样啊，面面俱到哎。耶，真的。因为我很喜欢吃锅巴，所以 I hope it's this。OK， Kimberly 我就想到酒而已，酒是个奖励。所以请你吃 grandma 的就是请你一杯酒的意思。可能吧。 That's fine。 Oh really? Thank 对， you。一个是很有创意的想法，一个是很从个人角度，所以你是爱喝吧很？想喝酒的角度。好对对，到底 grandma 的是什么？来，请看 VCR。哦，所以这个就是 grandma 的 Yes, it's very delicious. It feels like cheese cooking. And actually is, when we cook the fondue, the lower part gets a little bit burned. So it creates a layer of crispy cheese. 很松脆的感觉，带着芝士的奶香味。Lucia，在新加坡，我们也有类似的东西，我们叫 grandfather。You know what it is? In Singapore we call it 锅巴。那个是我自己想的，所以你们的趣味是一样的。哇 Very smart。灵感怎么来的？就是也不用什么灵感，我觉得，但是比起我们的那个锅巴，它有一点点不一样。这个粉度的 grandma 的可以做很多次，就是比如说你把它翘起来之后你就吃，吃完之后它还会有第2层的 grandma 的。对，所以如果你是爱吃的话，就可以一次一次，但是锅巴就只有一次。哎，我们再多吃一点，然后这样尽快把我们的 grandma 的给翘起来。吃锅巴。哇！这个就是你们刚刚猜到的 grandma 的，真的可以吃到锅巴。而且它慢慢的煮完之后，那个锅巴是很焦脆的。我帮你们拿一下谢谢。先从旁边 Great. Wow. 猜中 grandma 的，来谢谢。试试这边的，来谢谢。第2片，哇，来吧，试一试。
这是只有没有掉面包的人才可以。对，是不是跟我们的锅巴有异曲同工之妙？它那个香味也很浓郁，因为你吃之前已经那个香味飘进嘴巴里面、对鼻子里面了。 It's like fried cheese。我觉得它蛮有意思的，就是挺好玩的一个过程。对。在瑞士吃仿度的时候，是一家大小一起吃的，男女老少。那人多的时候就会怎样？热闹温馨。热闹、温馨，开 party， 玩游戏。他的最爱。在我们的这个吃仿度的地方，也有很多游戏环节，而他们把这个吃火锅融进游戏中。你们看，一起看看，非常有意思的一部分。very fun。在瑞士啊，锅不光可以煮饭，还可以用来玩游戏。等下能不能赢，全靠这口锅了。游戏的第一站呢，就是先把这个钉子打进这个木桩里面，用平底锅也可以，用锤子也可以，就看谁能用最少的次数把一根钉子打进去。Normally, man, how many times? One. 啊 I will show you one time. One. Almost. Okay. 1, 2. Yes. 这个游戏看起来很简单，其实很有挑战，就是把锅这样直直的拿起来，然后呢手臂跟身体保持90度，谁能 hold 得比较久，谁就赢了。OK, 1, 2, 2, and 3. 都在 recall how many times? 6 minutes. 6 minutes. 所以这边的记录大概是6分钟的时间。A few moments later. Are you okay? You? I'm okay, but 不行哎，我不能输给女人。You can give up. It's okay. Your face is. Wow! 这2口锅嘛，然后可以带去新加坡给你。OK， 等着瞧，朋友们。Oh dear. 来了。接下来的挑战就是，你们是想玩打钉子，还是想玩这个。想玩这个 ？OK， 有请我们的平底锅。臂力大比拼，2位各自把锅拿在手中，保持手伸直，谁最先撑不住的就输。重哎，哇，好重哦！有信心吗？用紧这样子的话，就游戏更快结束。你们觉得你们能 hold 多久？ 1分钟。来，30秒。究竟是30秒还是1分钟？左边是30秒选手，右边是1分钟选手，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等一下我在想有没有技巧。真的是，他真的 competitive。 I think hold like that easier. Like that? Because this is the heavy part 嘛。准备3、2、1， No。计时开始。时间已经过去了5秒钟了。哦，真的不可以耶。呀，真的不可以。给吧吧。不可以。呀。哇！在抖啊。来，已经是突破20秒大关，你们很厉害哎！25秒。哇 ！Let's go, girl. We can do it. We can do it. We're beautiful and strong. 我要替你们。45秒。哇！1分钟。呀，不可以了。55秒。5、4、3、2、1。这。那就有1分钟。至少有1分钟的时间，但是终究是一个比拼，对不对？画面可以看到，刚刚是谁的手先降下来的呢？3、2、1。是我。哎，所以这一次给你们拿下1分。你给我 I try my best。不过我告诉你们，你们2位都赢过了我，我大概是40多秒哎。哇哦！厉害！来，请坐。好棒。哎，
那我其实想问哦，如果是你们在拍戏的时候自己带便当或者吃饭的话，你们会比较偏向于吃什么类型的食物？我昨天刚煮了一锅粥，他煮的粥，我煮的粥很好吃，太好吃了很好吃。对不对？我就比较西式的那种，很简单的会吃一个 sandwich。拍戏的过程中有没有因为拍什么角色要特别减肥或者注意饮食这些状况？因为我的特色就是圆脸，你的特色聪明，哎呀，聪明还有带一点圆脸，都没有这方面的压力。最重要是健康，所以我们就会去运动啊，去 build muscles 啊，然后吃的健康这样。我记得你演那个游泳那个哦，对对对，我拍那部戏的时候我壮了很多，因为我每天都在游泳，然后很难得在拍戏的时候还有运动的机会，所以那个时候我的手臂啊全部都非常有肌肉的，很壮。哦，游泳也是有水漾少年。哦，对，我没有进水过，没有进水。对，因为我是那个教练的助理，所以我就每天看着男孩子游泳，我就完全没有下到水。你们拍起来会不会有一些，比如说尺度，比如说我要下水哦，这种戏我不接，或者有没有什么尺度方面？我们第一次拍戏的时候，我们认识的时候就是球在你脚下，那剧情是我去游泳，然后我误会他偷了我的衣服。something like that。对对对对对吗？对，隐约有这个题，就是有啦，就有拍游泳的戏啊，如果有穿比基尼这些也 OK。其实我们男生哦很怕拍游泳的戏，因为我也是拍过一次哦，然后就是当然要减肥啦，就要很快瘦下来，因为我那时候减得太快了，我2-3个月就瘦很多，然后整个人就憔悴，对，很憔悴，很老。我觉得好像到我们年纪的话，突然间太瘦就会看起来比较老。别这样说，到我们的年纪好吗？呀，就是到了3开始的这种年纪。OK， 说到尺度，我觉得现在火锅的尺度也差不多了。我们要进入下一个火锅。在瑞士，我们都觉得说芝士火锅很腻，以后吃多了。但其实瑞士有他们版本的不同口味的火锅，像是辣的。辣的？对，接下来我们试另外一种全新口味，来换锅。我希望是辣的。其实，在瑞士的火锅也有很多种类，不光是只有那种非常经典的芝士火锅，像这个就是你的口味了，辣的。而且为了配合这种辣的火锅啊，配菜也不一样，以前是只有面包的，后来就变成有香肠、有这种腌制物，还有蔬菜，还有马铃薯。哎，我们先试试看这个辣的好不好？好，来。所以 Kimberly， 你在吃食物的选择上，酸甜苦辣，你比较喜欢吃什么？因为他是爱吃辣嘛，爱吃麻辣的。我喜欢咸和辣。咸吧，咸的比较多，甜的还好。所以有什么是你特别爱的食物？我爱的就是 pasta 跟披萨。一脸嫌弃你们，这种一脸嫌弃的表情也常在他脸上看到。对，有一次他去我的生日派对，但就是我 cater 的食物都是我喜欢的，他就看到为什么没有一个中餐？OK， 我们2个呢，虽然是非常好的朋友，可是我们喜欢吃的东西都很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他很喜欢吃好像 Western food， 可是我是需要吃中餐的，所以我一定要饭，一定要汤。你现在给他准备一锅汤就好。对。我以前啊，我没有觉得我爱喝汤，我后来来到新加坡生活之后啊，我就发现我很需要汤，因为我们山东我们家乡是那种面跟汤放在一起的，所以我每天都会喝汤。所以一来到这里，如果你要我吃pasta、披萨，我就觉得太干了。对，哎，我要试一试其他。你刚刚试了马铃薯，我们试一试其他菜色。OK， 这个味道跟我喜欢吃的很相似，因为它就带有咸，然后也带着辣。因为芝士一般来说我不会想要有辣的啦，所以给我吃的还蛮惊喜的。有点特别。当你吃到太辣的时候，他们讲说你应该喝牛奶还是什么来？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perfect 的，因为它又辣，可是它又帮忙 combat 那个辣。对。很好的 control 了那个辣度。呀。所以说在瑞士火锅的种类蛮多种的，像是芝士火锅也有不同的口味，而且也特别为那种吃素的人士研发了素食的芝士坊度，完全没有问题。所以 vegan， 所以他没有用牛奶。哇哦，怎么做？他们是用杏仁，然后磨成那个糊状的，然后再去涮这个火锅，完全是老少素荤都可以吃的食材。而且另外一种火锅也很厉害，另外一种是用巧克力做汤底，看视频。各位朋友，在我背后的就是因特拉肯非常著名的布里恩茨湖。这个湖呢，据说是非常纯净的一个湖泊，在湖上呢可以游泳，可以泛舟，但是什么是真正的顶级享受？就是在一边泛舟的时候，一边吃当地特色的巧克力火锅。今天有口福了，
我包了一整艘小船，在我泛舟湖上，我的船已经在等我了。好，现在我要上船了。Yeah. You can let the thing go No and balance. sit down. Yes. So how long for the whole trip? It's about 2 hours. 布里恩茨湖坐落在伯尔尼高原，被誉为最纯净的湖，景色壮丽，连韩剧《爱的迫降》也曾来到这个湖取景哦。我觉得瑞士人真的没有浪费他们国家这种得天独厚的美景。你看，所有的食物都要搬到户外来吃。今天我们来吃这个巧克力火锅。草莓、苹果、小点心，还有特色的小饼干啊。另外，棉花糖一定是经典中的经典，绝对不能少就是了。那其实吃这个巧克力火锅不一定要喝白葡萄酒啦，像是喝这个。在湖上吃火锅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随着湖水的摆动。这个是白葡萄酒，本地的特色。那除了白葡萄酒之外呢，也可以配这个苹果汁或者配热茶。然后呢，这个里面就是巧克力火锅的灵魂。哇，哎，那个巧克力很滑腻的感觉，因为已经把这个巧克力加热融化了，所以现在呢，只要插上我的各种食材放在里面浸泡就可以了。酸酸的果酸味，那个巧克力呢是有点甜的，所以说两者搭配在一起，味道适中，刚刚好。哇 ，very nice，very nice。应该是在1960年代吧，在美国一位瑞士的厨师呢，他就发明了这个巧克力火锅。后来呢，是从美国又红到了他的家乡瑞士，才被大家所熟知的。另外呢，在90年代吧，很多人把这个巧克力火锅做成喷泉的形状，可能你在新加坡一些高级的 hotel、高级的餐厅会看到的。我对巧克力火锅有点凝固了。你们知道巧克力火锅如果凝固的话，该往里面加什么液体吗？慢慢想啊。我先喝一杯。问题来喽，牛奶还是 cream 吗？我可以给你们几个选择。 OK 来 OK，，如果锅里的巧克力凝固的话，加什么可以让它变得更顺滑？几个选择了啊，第一个是巧克力，第二个白开水，第三牛奶，第四浓奶油 heavy cream， 啊，第五植物油。我猜是巧克力。 That's the girl。然后因为我妈妈每次弄那个 chocolate cake right， 然后她就每次就弄滑了，再加再弄滑多一次，再加再弄滑多一次，就是这样子啦。我不知道是可能不是因为他有经验。就好像吃鸡汤火锅，如果汤不够了，就再加鸡汤。总之是缺什么来什么就对了。对，我的选择可能就是油吧，因为我觉得如果你那个巧克力是like maybe dark chocolate 还是什么，你越加它就会越凝稠。正确答案不止一个。哎 OK， 我可能会选3样。 3样。我会放巧克力、牛奶，还有油。有。我觉得除了白开水，全部都应该 OK。好，究竟要加什么？请看影片。哇哦！其实呢，正确答案就是加入牛奶、重奶油或者是那些植物油。这几样东西有什么共同点？就是它的油脂很丰富，比较 creamy， 所以呢，把这些油脂的东西放进去，再把它加温，就方便那些巧克力更好的融化跟分解。哎，猜对了吗？基本上我觉得这个2人都可以得分了，对不对？基本都有猜对。完全对了。他错一个，你也错一个，所以2个都可以得分。我觉得你们都蛮厉害的，就能猜到牛奶跟植物油。对，哇，真的很厉害。来，我们继续吃，我们继续吃。好。你知道我们那时候去意大利啊，我们就去了一个吃cheese的地方，然后这位小姐呢，她就感动的落泪了，因为她真的。你现在想有必要吗？不是，是因为风景很美，然后你又在跟你很好的姐妹在一起，食物又好吃，酒又好喝，哇，真的是感觉很开心。我想问啊，是不是做演员啊，就要情感非常的丰富，就是会常常容易被感动？因为我觉得你们2个还蛮不一样的风格哎。哦，可能我们的感动点不一样吧。你们2个谁更容易哭？哇
我觉得我真的很会哭哎，对我每天大概哭一次，什么东西每天？大概哭一次，可能笑着哭啦，可能也是。呀。我觉得我真的很会哭哎，对我每天大概哭一次，什么东西每天？大概哭一次，可能笑着哭啦，可能也是呀感动哭啦，还是呀呀什么都可以的，还是我看视频我都可以落泪，然后我就那今天哭了吗？还没，可能晚一点。什么东西会让你特别容易感动，让你哭？可能跟家人有关的，还是跟宠物有关的，还是看到可能世界有人在受苦的，这些都会比较心疼。你看一些温馨的也是会哭，是不是？对，也会开心的哭。那你呢？你是我还好哎，我think可能要看情绪吧。呀，如果那个 period 比较忧伤，那看什么都会哭。我跟你比较相似，就是我最近看那种小朋友的视频我会哭。 OK， 我觉得我们三个最会哭的是他。对，因为我很容易哭，我很容易哭，我很容易哭。哎，这样子很好拍戏吗？对啊，哎，所以我想问的是哦，因为我们三个人看起来，明显是这位小姐头脑很发达，对，脑袋聪明哦，开心。会帮助你演戏吗？还是说其实演戏需要把脑袋放空？要放空。那你这么聪明的脑袋是怎么？我会在做功课的时候用脑袋做完它，可是，一到了片场，我就会把这些功课全部丢到一旁，然后就是随机应变，跟着感觉走。可是你都会做什么功课？拍戏之前？觉得了解一个人物的背景，还有他的就是成长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觉得每个大人其实心里都有一个孩子的心，然后很多举动啊，还是很多选择，都是因为可能你小时候你经历过一些事情，导致你现在会做出这样子的决定。哎，他做功课真的是用脑哎。他做很多功课。那当了妈妈之后，会不会觉得在演一些戏跟角色的时候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我生完孩子我就其实没演戏了，因为拍戏的时间很长，所以前几年的话就可能想要陪孩子的时间比较多，所以就没有想要去演戏。不过现在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啊，就可以。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哈，你经历的东西越多，你会更加能够塑造角色的时候。我也觉得会完全不一样呀，因为我以前就没有孩子的时候，经历的东西没有那么多，连情绪也没有我想象到会去的那么远。现在就可能完全不一样。所以他有了孩子，你们还可以一起旅行吗？就带孩子一起还是？没有带。很好哎，因为我很多朋友就是生完孩子就找不见了，聚会干嘛旅行就更不要想。我老公很好啦，他会帮忙看孩子。娶个好老公很重要，娶了好老公就可以跟朋友一起出去旅行，一起吃火锅。是，但是朋友归朋友，分数还是要算清楚。我们今天经过了一系列的挑战，我要宣布今天获胜的赢家就是。恭喜黄轩婷！耶！5题中拿下4分，当然我们这个赏罚分明哈，我们会有一点小小的，完全算不上惩罚的惩罚。真的吗？而且按照节目的惯例，我们会由赢家来对你发起这个惩罚。哇哦！我们要进入一个真心话2选1的环节。OK。我们会问你一些可能你不想回答的问题。OK。但是呢，我觉得是这样，因为你们是好姐妹嘛。你可以改问题。OK， 不用紧了，我觉得这3个都很好。难吗？呀，难。真的吗？对，而且我很诚实的嘞。可能我可以换一下他名字吗？可以，你想换什么？哎，不可以这样。来 ，Oh my god！ 哇 ，OK。我好怕。基本上也没什么了，就是如果他说你是假话的话，就会电一下。对 ，OK， 这是真的啊？真的？真的吗？我的心已经在跳了，所以会 not accurate。你要把它往这边，把它吸住，因为等一下你可能会颤抖。不要吓我！来，3、2、1。第一题，这辈子不想再搭档的艺人，有2个选择：徐彬、钟子杰。请把手放上。你有10秒钟的时间，计时开始。这辈子最不想搭档的艺人，钟子杰还是徐彬？徐彬。
他没有被电到，他说的是真心话。 3成是真，2成是假，通过考验，哇哦通过考验。为什么不想跟为什么徐斌搭档？没有，我跟徐斌完全没有搭档过。那应该意想不到。对，但我觉得跟子杰拍的时候蛮有默契的啦。反正我都不知道跟徐斌合作会是怎样。所以你就选择呀，不想跟徐斌搭档。没有 no love 很 lost。奇怪的，因为如果是我的话，我没有跟他合作过，我会想要跟他合作。是，没关系啦。而且子杰不会很吵吗？不会啊 ，OK。我喜欢听人家讲话。哦呀，所以我们才当得上朋友。对，因为只有每天在讲话。好，来第2题。 OK，最不想一起旅行的艺人。最不想一起旅行的艺人有2位。第1，徐斌；第2，崇泽。哦，很容易啊。来 OK 准备把手放好，10秒钟，计时开始。你的选择是崇泽。一定过关。假的，我跟你说这个东西，一直飞。会痛吗？不会啦，不会，还好。所以先说你的答案，为什么会是崇泽？其实我们近几年来也没有很 close 了呀，所以你跟徐斌很 close。他们还一起出国哎。对，因为我们有孩子嘛，我们有出国过，就是family 一起出国，然后我们的孩子玩得很疯啦，2个都玩得很开心，玩得很开心。对，所以如果不能跟他们一起出国，我觉得我跟我儿子会很伤心。好，第3题。 OK， 这个比较难。这个好像真的很难哎。是不是要选你跟他莎？哎呀，我就知道。OK， 最不想同桌吃火锅的黄轩婷、刘依玲。可以啦。很容易玩。这一题很难吗？而且要在当事人的面前，你想好最不想答案了吗？同桌吃太难了火锅的。这个。OK。来，把手放好。太难了。请问最不想同桌吃火锅的人，一个就在你对面。说出了答案。太难了！等一下，太难了！别喊，朱卓爱 I cannot！Oh no！我反而是狗 reason。OK 啦！一个都不要。电到了。好屌！OK，太难了。为什么？其实他2个都不想吃的，对。哎，我想问，不是啦，都想一起吃。他跟塔莎的吃饭的风格，谁比较跟你像？塔莎。那你就约塔莎吃嘛。对不对？做选择了。要不然，不过他也每次吃的很开心，你看起来也觉得来看起来好像很好吃这样。对。然后就看起来他吃的很开心，连我跟塔莎吃的菜色就比较像。好了，说真的，如果你今天要选一个人吃火锅，你会选谁 ？OK， 我选轩婷。不是塔莎比较跟你口味相似吗？没有，我们就叫不一样的，然后我吃我的，他吃他的。耶！其实我都想一起。好啦，对不对？对啦，3个人一起吃最好吃啦。对。来，但是我们赏罚分明，对不对？有罚就有奖。哎，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礼物。哇，谢谢。完全绝对瑞士带来的，哇，而且是在我们影片里面那个方杜比拉里面给你带的。好，我可以现在看。完全，连外面的这个贴纸都是瑞士的。哇 ，OK， 看得出，对，我知道我会很喜欢这个，对，因为我每次有空的时候，我都会去乌节路逛碗的，碗碟，我不逛衣服的。好了，我们以后一起逛。好美，很漂亮，而且很有瑞士的那种花纹跟欧洲的风格。哇，你知道这个真的特别有意义耶，因为我每次去到一个不同的国家，我都会买一个小碗来放在家里，因为我家里现在有一个 bookshelf，right？那我在 bookshelf 上面我会放我每个在不同国家收集的这些碗碟。好了，记得拍个照片 tag 我们。好的，谢谢。好，谢谢，真的谢谢2位。有的时候火锅就这样，人越多越热闹，对吧？谁不来就要讲谁的八卦，所以火锅绝对不可以缺席。谢谢轩婷，谢谢静怡，谢谢2位，谢谢。他们跟我说这个游戏叫做芝士保龄球，游戏规则其实并不难，只要把这个芝士轮子像丢保龄球一样丢出去，碰到那个平底锅就算赢了。哇哦 ，nice try. Almost, I did very well. Almost, very far, OK. OK, one more time. OK， 我要尝试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
Well done. OK，我们是 loser with loser。